小蛮，不是二少爷，这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怎么3天2头往这儿跑？我觉得不会啊，风景如画的，要不是出入不方便，还挺适合约会的。你信不信再凭我掉头走人啊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嘛。哎，我这一次过来找你，是有正经的事要告诉你。我已经有救你的办法了。嗯？对啊，不只可以救你，而且还可以救我大哥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是你必须要配合我一下。你说，下回在法庭上的时候，你继续翻供，说那口供都不是真的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不能说出猪捕头行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行。可是岳小姐上次跟我说了，她说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已经把猪头4给惹毛了。她不仅不会放过我，而且不会放过你大哥，所以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说能救我呢？反正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我们跟猪捕头之间是有些交换条件的。什么交换条件啊？你不再指控他行囚，来换取他推翻你的口供。二少爷，难道你要去找猪头4？我哪有那个分量？猪头4那边我娘会打点好的，你听话点就行了。你娘都快恨死我了，她干嘛要帮我？哎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反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这样才能救你一条命。哇，二少爷，我觉得你一定有所隐瞒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快说！不说是吧？好，那麻烦你回去告诉你娘，她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严小蛮的生死与她无关。哼！哎，好，我说。其实，不止我娘想救你，我爹他也想救你。嗯？因为，我跟他们说什么？小蛮，我说了你可不能骂我。哎，我不骂你，说吧。那你先答应我不骂我。我答应你不骂你，快说。我说，我想娶你。啊！我其实不想在这种地方说的，在这种地方求婚感觉怪怪的。求什么婚？谁要跟你结婚？见你个大头鬼啊！那说好不能骂人的嘛。戴君涛，你个卑鄙小人！我明明说了我们之间不可能的，你偏偏……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想趁人之危逼我就范。哎，你又误会了，小姐，我是为了救你好不好啊？我娘跟法官熟，跟猪捕头熟，跟领事大人也熟。我要不说娶你当媳妇儿，她怎么会救你呢？得，那就更奇怪了。你说你娘想救我，我本身已经半信半疑了。你现在又说你娘想认我当媳妇，那我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。你娘跟我当她是眼中钉，她当我是仇人。我现在这么惨，她不落井下石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你还说她想救我？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阴谋，快告诉我！好，我说。小蛮，其实你说的没有错，我娘她是不可能认你当媳妇的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。什么情况？我其实就是耍了一点小的诡计，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，就说有人怀孕了。谁怀孕了？你。我？你说我怀孕啦？对啊，你还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跟什么嘛你？对，我爹娘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跟你反应是一样，都吓坏了。戴君涛，你，小蛮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娘怎么会救你呢？放开，戴君涛，谁让你们救我了？我才不稀罕呢！你这个混蛋，竟然坏我名节！哎呦，小蛮，你先听我说呀，你别忘了，我不只为了救你，还为了救我大哥。如果我娘不出面的话，别说你们这场官司打不赢了，连我大哥也岌岌可危。只可惜我跟你大哥都是靠自己的本事，谁稀罕你们的关系啊？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们也应该清楚，这场官司你们根本就赢不了了。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绞刑台，也不想看着我大哥丢掉律师资格，甚至坐牢。那你也不应该撒这样的谎来败坏我的名节呀！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
不管你怎么骂我都行，只要不打我。是吗？对。哎呀！大金头，我打得你四脚朝天，五体投地，我打你个乌龟王八蛋！哎呀！不要跑！别打了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大金头，我警告你，你休想我嫁给你！我非娶到你不可！四金头，哼！四金头，朱大人，您辛苦了。二夫人，我这2天的心情，又岂能是辛苦2字就可以形容的呀？哼，刘小芳终于自食恶果。说起来，朱大人是功不可没，可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刘小芳这件事，我当然是应该开心。可是二夫人，这2天小的都快被大少爷给逼疯了，这有这样的心情吗？您说的我完全理解，所以老爷特地要我来这一趟，给您致意致歉，并且慰劳慰劳。顺便想跟您谈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什么交易啊？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呢，这个笔录、日志、账户的银行资料，全都先还给你。二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打消严小门的口供，免了他的罪行。这个办不到。如果是其他的还可以商量，你让我现在推翻我的口供，那我不是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吗？啊，这个叫我承认之前就是刑讯逼供，那我这个位子都保不住了，这我自己拆自己台，办不到。二夫人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只要您答应，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您的。哦，500现大洋。500现大洋。朱大人，其实有一个办法，既可以推翻口供，又可以保住你的名声。什么办法？就说是严小蛮自行翻供，因其弟妹诈死，他自责过深，神经恍惚，这才承认自己下毒。朱大人只要顺应了他的说法，证实他当时确实是哀伤过度，神志恍惚，这样供词不就推翻了吗？可是这件事情已经闹上了法庭，就算我肯改口这么说，这法官大人会采信吗？啊？哼，法院的事情一码归一码，您就别费心。二夫人，您，明白了。我说朱大人，这官司如果继续打下去，势必会两败俱伤，不如您就收下吧。啊，咱们各退一步，各谋其利。哎呀，二夫人，就算小的愿意拿，可是严小蛮，她会同意吗？这个丫头，她可是刁蛮成性啊，而且倔得很。她要是不答应的话，这不还是白搭吗？这个您放心，严小蛮那边我会说服他的，让他配合我们的计划。至于你所遇到的难题呢，我们会设法帮你解决。我会在领事大人面前打招呼的，就说你这回纯粹是虎落平阳，刑求逼供的事呢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当然了，我会在他面前帮你美言几句，我就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捕头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就太好了。既然二夫人这么爽快，那我也
就勉为其难吧。不过，小的还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就是请夫人回去之后，一定要好好的教育大少爷，让他不要在庭上指控我。要是我丢了这个捕头的话，我还要这500大洋有什么用啊？哼，这个您放心，问天的事情我来负责解决。还要他当面道歉，还我的清白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一言为定。大胆军涛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，但是麻烦你千万不要说错半个字，否则我就立刻杀了你。就算外面那些巡捕要阻止我，我有一天出了狱也要杀了你。就算我被判了绞刑，有一天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。道歉？好，我向你道歉，而且非常诚挚地向你道歉。可是，请你先看看这个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房地产同业工会的邀请函，工会理事长那天邀请我娘参加茶会，而且特别安排她以贵宾的身份致辞，这在邀请函上写得很清楚的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你先看一下，看看这上面的日期，5月3日。小蛮啊，我知道这与你弟弟妹妹发生不幸是同一天，但是那天我是跟我娘一起去参加这场茶会的。当时在场的有236人，236个人都可以成为我娘当时不在场的证据，所以我娘她真的不是凶手。小蛮，你在自首的那一天，才妈指着我说，我娘是凶手，我当时差点也就相信了。可是直到最近，我调查了你弟弟妹妹出事的时间，我才想起来这场茶会和这张邀请函，所以，我娘她真的不是凶手。可是我弟弟妹妹不可能骗我呀，他们明明告诉我了，就是代驾的2个女人给他们吃的包子。好，那他们有没有跟你指名道姓的说是谁给的呢？他们没说，但肯定就是二夫人。小蛮，你就想一想，你弟弟妹妹去代驾就是冲着我娘去的，难道他们会不认识我娘吗？他们当然认识二夫人了，怎么了？既然认识我娘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娘给的呢？小蛮，我知道你失去弟弟妹妹的痛苦，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够体会的。但是你应该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现在是在痛苦的当下非常慌乱，已导致了你判断失准。你今天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？对啊，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些。而且我想跟你说的就是，你弟弟妹妹既然已经说了毒包子是我们戴家给的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想方设法的活下去，回到我们戴家，调查出来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呀？你休想用这种理由骗我上当。那好啊，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服你的话，那么戴问天。戴问天3个字能不能作为充分的理由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隔墙有耳。你要是不生气，还想继续知道的话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请。二夫人，问天，二娘，怎么看得我很意外吗？小霞，倒杯咖啡。哎，天儿，我今天来是为了严小蛮的案子。如果你真的想救那个丫头的话，你就得收敛一点，不要老是揭猪捕头的疮疤，别到时候救人不成，反而把事情越闹越大。二娘，现在只有指控猪捕头行求，才能让小蛮的那份口供失去证据力。天儿是在救人，而不是在闹事。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确实有猪捕头行求的证据吗？还有，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去搜集证据？1天、1个星期、1个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是过2天
就要2度开庭了。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？我知道你们2个很认真、很努力，不过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的，所以二娘还是希望你们能接受我的建议，敞开心胸，让这个案子赶快了结吧。二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你们所谓的正义在上海滩是一文不值。这样吧，我会动用我的所有关系，还严小蛮个清白。二娘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想要的是给小蛮一个真正的清白。如果您动用您的特权进行游说，那么即使小蛮获判无罪，可这份清白也是不完整的。天儿，我知道你们有理想，可是理想呢，不能当饭吃啊，而且也不能还严小蛮清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等不及。天儿，你知道吗？小蛮怀了戴家的骨肉，就是你弟弟的孩子，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，你明白了吗？二娘，你说什么？嗨，我说什么你心里够清楚了吧？小蛮成为我们的媳妇，那就是戴家的媳妇，所以以后小蛮的案子由我来管。哎，这可不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爹的意思。以后小蛮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只要你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那就是跟朱捕头公开道歉。啊，我话说完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你自己看吧。天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二夫人说小蛮怀了君涛的孩子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这是君涛的主意。君涛？对，一定是君涛的主意。小蛮，我想跟你说。我大哥那边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这场官司没有最后的赢家，极有可能毁了我大哥，毁了朱捕头，同时也毁了你。让朱捕头丢了官，让我大哥去坐牢，而你的结局就是死刑。我相信，这种情况，你是不想看到的。你既然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，那么只有我娘才能力挽狂澜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他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我大哥，他绝不会帮你们的。除非我骗他，你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你毁了我的名节，就算法院还我清白，又有什么用啊？小蛮，你听我说，我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。更何况，我知道。你不是那么的喜欢我，我也不会自取其辱，非娶你不可。我是真的想帮你，也想帮我大哥。可是如果你拒绝了我，那我谁都帮不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想趁人之危，让我嫁给你啊？对，我就是要你嫁给我。可是我绝对不是趁人之危。我不想看到你死，真的不想。你可以把这场婚姻当做一个权宜之计。往后，不管是你想要悔婚，或者是想要离婚，我都不会为难你。简单说，这是一场假结婚。假结婚？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在上面签了名，盖了章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嫁进戴家以后，仍然是自由身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，也随时都可以拿出这张离婚协议书来证明这场婚姻是无效的。小蛮，就算你不答应这场婚姻，
我也一样还是会救你。我会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你答应了为止。但是现在，你务必要把我的话听进去。也许你现在不是那么在乎自己的生死，但是如果你爱我大哥的话，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救他。你要救他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有为什么。一个是我敬爱的大哥，一个是我心爱的女人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小蛮，听说君涛向你求婚了，是真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我是听二夫人说的，所以不会有错的。那问天哥也知道了？嗯，问天哥知道了，而且他一下子就猜出这一定是君涛的主意。君涛骗了他爹娘，目的就是为了救你。问天哥猜的没错吧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是那个二少爷的馊主意。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能是我当初一棒子打在他的脑袋上，他到现在神志还没清醒。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呢？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怎么会答应他？小蛮，你应该答应君涛的求婚。啊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寻求法律以外的手段，才能让你全身而退。这不只是在救你，也是在救问天哥。我真的很担心问天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。现在只有求你了，小蛮。问天哥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却没有回馈给他什么。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了，小蛮，答应我，答应君涛的求婚，好吗？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俊涛，听说你要娶小蛮，小蛮还怀孕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娘这么快就跟你说了？你老实回答我，这是不是你编出来的谎言？你为了让二娘救小蛮，所以才会编出这个谎言，说小蛮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是吗？大哥英明，一猜就中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小蛮已经是这种情况了，你还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污蔑她？你以为这么做就能帮小蛮洗刷冤屈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即便动用了二娘的特权救了她，她还是得不到她应有的清白。你以为你这样是帮她，其实你是在羞辱她。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救小蛮吗？后天就要再度开庭了，朱捕头刑求逼供的证据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小蛮被判死罪吗？大哥，如果你的法律走得通的话，我不至于走这一步。可是法律偏偏保护的不是像小蛮这样无辜善良的人，保护的是像咱们戴家这样的名门望族。要不是那样的话，关在里面的不应该是小蛮，而是大娘。大哥，我知道你的心态跟我是一样的，都想保护大娘。可是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无法真正面对自己的对手，所以你就只能围绕着小蛮无罪进行辩护。你明知道要赔上自己，也要将这场明知必败的战斗进行到底。你要牺牲你自己。大哥，我是想救你，我是想救你呀！你如果想救我，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。不，你爱小蛮，我也深爱着她，
你想要救他，我也想要救他。大哥，就你刚刚的态度，让我非常怀疑你的心态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应该自己想清楚，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来找我的？你是因为我的作为羞辱了小蛮呢，还是你跟我一样深爱着小蛮，所以产生了妒忌，产生了愤怒？如果是前者的话，那我不劳您过问了。就算我要挨骂，也是挨小蛮的骂，不是你。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你应该扪心自问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要是爱他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下去。大哥，现在有什么比小蛮的生命更可贵的呢？你那点愤怒，你那点妒忌，算得了什么？哼，我这个空头丈夫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空头丈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场假的结婚。小蛮就算嫁给我，她还是自由的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大哥，我知道她喜欢的人是你，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我救她一命，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两个人互相喜欢。你让我作何感想？可是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让他活下去。不管他爱不爱我，我爱他。大哥，如果你还想质疑我的话，那么我奉劝你一句。你先回头检查检查你自己，你的爱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欺骗和伪善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谈爱情这一回事，更没有资格赢得小蛮的爱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有资格爱小蛮，也没有资格怪你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爱小蛮，我也深爱着他。你想要救他，我也想要救他。你要是爱他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下去。如果你还想质疑我的话，那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应该回头好好的检查检查你自己。你的爱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欺骗和伪善。就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谈爱情这一回事，你更没有资格赢得小蛮的爱。我真的很担心问天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，现在只有求你了。小蛮，问天哥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却没有回馈给他什么，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小蛮，答应我，答应君涛的求婚，好吗？
也许你现在不是那么在乎你自己的生死，但如果你真的爱我大哥，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救他。你要救他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有为什么。一个是我敬爱的大哥，一个是我心爱的女人。那么我也想替我自己说上几句话。我不希望你去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君涛是我弟弟，从小到大我对他都有求必应，无论是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我都会让着他。所以只要是他提出的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可是我必须请你去，因为我是君涛的大哥。这样说你明白了吗？老爷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夫人，坐。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商量。看您愁眉苦脸的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涛儿要娶媳妇了。啊，这是好事啊！涛儿一向醉心艺术，浪漫不羁，娶个媳妇儿还能收收他的心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唉，你可知道，他要娶的是谁呀？就是小蛮呐。这怎么会呢？唉，我长话短说吧。小蛮怀了涛儿的孩子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跟小梅都不同意，但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我们也只能被迫接受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么说，小蛮怀了戴家的孩子？是啊，哎，我都快被烦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救小蛮，救他就等于救咱们自己。既然姐姐救不了小蛮，就由我来吧。哼，姐姐不是常取笑我是一个只懂得交际的花蝴蝶，可这个时候呢，姐姐一向的大智大慧怎么就派不上用场了？哼，我想只有我这个毫无智慧的花蝴蝶，才能救小蛮一命，也能救天儿一命。你在说什么？天儿没告诉你吗？天儿告诉我什么？还真奇怪了，他是怕你生气，还是怕你担心？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吧，朱捕头打算反击了，就因为天儿他知道小蛮一直藏在我们家里，所以他想反咬一口，就说天儿知情不报，窝藏要犯。到时候恐怕天儿的律师资格会不保，还要受牢狱之灾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朱捕头已经向天儿撂下狠话，当时涛儿也在场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。老爷，天儿是在为戴家赎罪，我们不能连累他。姐姐，你搞错了，天儿为的只有你一个人。小梅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行，我不说了，但有些事情我必须说清楚。姐姐，小蛮是你的丫鬟，天儿是你的儿子，这两个人的命你都救不了。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让你知道你妹子的度量有多大。你救不了的这两个人，我都帮你扛下来。夫人，小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那些不中听的话，你就当作没听见啊。唉，你的委屈我都清楚，她哪里知道，
你是为了我扛下了这一切。夫人，您真的要出手救严小蛮吗？能不救吗？小蛮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武器。哼，等到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，看我姐姐在戴家还有什么地位。那夫人真的要让二少爷娶严小蛮为妻啊？哼，难不成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怎么了？小的只是怕，一旦小蛮成了少奶奶，会回过头来把小的给整死的。那丫头啊，早就把我整得快喘不过气来了。现在又要当我的媳妇，我都还没想到怎么对付她，你反而都担心起你自己来了。早知道，就应该对小蛮好一点了。哼，你放心，有我当你靠山，那个丫头再怎么刁蛮，亮她也不敢骑到我头上来。再说，她儿就是娶了她，我一样可以休了她。夫人，这参茶您趁热喝了吧。冬梅啊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涛儿要娶小蛮为妻，而且小蛮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涛儿的骨肉。可是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小蛮对二少爷一直没有什么好感，他怎么可能接受二少爷还怀了他的孩子啊？你说二少爷有必要撒谎吗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两个人两情相悦，能够结婚，那我们是没什么可以反对的。而且，小蛮能够嫁到戴家，我也会替她高兴。可她要成了那个女人的儿媳妇儿，我真担心时间长了，她一定会与我为敌。那样的话，我会不开心，很不开心。冬梅，夫人，替我找人备车。夫人是要去哪儿？天儿这孩子是怕我担心，所以才隐瞒实情。我以为他真的能够打赢这场官司，看来我太大意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只能去找郭市长了。夫人是要请市长出面救大少爷跟小蛮？就算小蛮有一天会离我远去，跟我反目成仇，可是我还是要去救他。夫人，严小蛮这个案子我听说了，但是这个案子它是在法租界，属于法国人的，享有治外法权。这种法律案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的。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夫人，这严小蛮跟您什么关系啊？还是跟戴家有什么关系？要不然素昧平生，夫人怎么会帮他呢？其实是涛儿的关系。二少爷？对，严小蛮跟涛儿就快要成亲了，而且他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戴家的骨肉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夫人，我跟那个承办法官还有些私交，能够说上几句话。如果您能够跟法官说得上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我先谢谢您了。哎呀，跟我还那么客气干嘛呢？只是，那个法官啊，他不愿意见我。走，进去看看，走，进去看看。找地方坐。坐这，坐这，快，来坐这，来，好，来坐这，行吧，坐。一会儿小门就站那儿。对。小门呢？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心情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这场官司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嫁给君涛。小蛮，你答应君涛了？我想答应，只差没有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是为了我吗？你是为了我才让步的吗？不是的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坦然面对死亡，但是现在我害怕了，我退缩了。不，这不是真正的理由。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些什么？不，我没有。问天哥，这跟岳小姐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怕死，而且我也不想在失去弟弟妹妹以后，再让我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不，你在说谎。那你呢？你不是也在说谎吗？猪头寺打算毁了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……好了，问天，不用解释了。面对谎言，不差你我两个，但是起码我知道，这两个谎言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既让我们失去了彼此，又让我们拥有彼此，不是吗？问天，别问那么多了。就像君涛说的，事到如今，这是唯一的路。所以，你我之间的谎言，我们谁也不要去动它。就让它保持原样吧，好吗？戴律师，猪捕头，快要开庭了，这里应该不是你要来的地方吧？哼，我只说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千万别忘了，今天你们必须在法庭之上撤销对我的指控，而且你必须跟我公开道歉，否则休想让我推翻对他的口供。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哑巴了？这便宜都让你占尽了，你还不甘心呐？哼！今天的官司，一旦你要是赢了，人人都会夸你是位正直有为的大律师。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要不是二夫人她为你私下奔走请托，你哪来的胜利呀？哼！年轻人，终于想清楚了吧？你想要的正义，还抵不过一个女人的2、3句话。
小子，只要你开口道歉，咱们就往事如烟了。为什么猪头寺要问天公开道歉？我们不是已经决定撤销指控了吗？这样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，他吃定了二夫人，吃定了戴家，更吃定了问天哥。可他明明行求了，明明非法逼供，为什么要问天道歉？小蛮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这么做，就是摆明了要羞辱问天哥。不，这不是羞辱，而是我罪有应得。就算他存心羞辱，我也要去面对。问天哥，为什么说罪有应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问了，反正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落幕。小蛮，谢谢，你终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戴律师，今天主要针对被告的口供进行申辩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证据，足以证明巡捕房刑求逼供？庭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依然相信我的当事人严小蛮是无辜的，而且那份口供的内容的确不足为信。不过我在此要郑重地向巡捕房以及朱捕头道歉。因为关于非法逼供的指控其实是场误会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回事啊？大少爷怎么会说这种话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是大少爷的什么策略啊！安静，安静！戴律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严小蛮，刚才戴律师说的代表你的意思吗？是的，戴律师所说的，的确能代表我的意思。胡说八道！上次开庭的时候，戴律师传唤的那些证人，不都是指控巡捕房刑求？难道他们的指证都不算数？庭上，在此我还要代表那些证人们向庭上致歉，因为他们纯粹是为了保护我的当事人，所以才对巡捕房做了些稍许夸张的指控，再次请庭上见谅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法庭上撒谎！戴文天，你身为专业律师，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及伪证、诬告，而且是藐视法庭？好了，到你了。庭上，针对此事，朱捕头想表达一下他的立场。说。庭上，身为一个警务人员，我向来是秉公办案，从不诬陷他人。这一次，虽然我蒙受了巨大的打击，但是我问心无愧呀。幸好，现在严小蛮同他的辩护人已经还我清白。这虽然是一个迟来的正义，但是我勉强接受。至于戴律师，毕竟他还年轻啊，我也不想过多的计较。对于他刚才的道歉，我也同样的勉强接受。朱捕头，你说的这些什么意思？庭上，自从上次开庭之后，我为求慎重，又再次询问了被告，结果有了一个新的发现。经过我锲而不舍的深入调查，我赫然发现，被告严小蛮虽然在之前的供词里对毒害其弟妹供述供认不讳，其实这只是对他的弟妹之死
自责过深，因此一时恍神儿，才做出了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选择。其实，严小蛮并不是凶手。啊！怎么这不是凶手呀？这奇怪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不是凶手！肃静，肃静！既然这样，在被告的家中提出的那包砒霜怎么回事？哎，就是咱们家怎么会有砒霜呢？怎么会猪头死栽赃的吗？那包砒霜的确是严家所有。可是经过小的调查，结果发现，诚如他养父母严进财夫妇所言，那包药是用来毒杀老鼠的。胡扯！今天就算翻供，但基于事证与法理的判断，本庭未必同意。本庭宣布，辩论庭到此结束，休庭半小时。半小时后，本庭即将进行宣判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对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不肯采信法官大人是猪头氏的话，不是生气了？如此一来，这怎么能不就有麻烦了吗？对呀，怎么办？结果很不乐观，对吗？我会死吗？当然不会。你还真会安慰人。仗还没打完呢，打起精神来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如果官司赢了，我就必须履行承诺；如果官司输了，我就不用勉强自己；如果赢了，我就会失去你；如果输了，至少我可以短暂的拥有你。所以，我希望会输。那你呢？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？我希望你获判无罪。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就变成君涛的妻子了。因为我爱你。可是我却再也不能爱你了。没关系，哪怕你成为君涛的妻子，成为我的弟妹，只要我能看到你好好的活着，我就开心、快乐了。领事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冒昧打扰，上片法官，
我那张纸你应该收到了吧？这2位就是戴家的2夫人和2少爷，他们是特地过来向你致敬的。法官大人您好。领事大人，司法独立的原则，你比谁应该都明白。本席才不管你跟戴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也不管你们在台面下究竟是什么交易。今天，嫌犯严小满只能有一个判决，就是唯一死刑。我正在写判决文，失陪了。领事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2夫人，抱歉，我恐怕帮不上忙了。被告严小满涉嫌以毒孢子致弟妹于死，也经被告坦诚不讳，犯罪细节并已详录于口供。本庭以为，理当处以极刑，借以匡正社会风气，为被告及其辩护人推翻前供。巡捕方亦认为前供不足采信，故而本庭宣判被告严小满无罪，并且当庭释放。小满没事了，小满没事了，小满没事了。恭喜！恭喜我什么？恭喜我重获新生，还是恭喜我再也不能爱你了？这真是太好了！小满终于无罪释放，就是红色天日了。是啊，恭喜啊，二少奶奶！二少奶奶，你为什么叫我们家小蛮二少奶奶啊？哎，朱德斯，这官司打完了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我警告你啊，以后离我们家小蛮远点，听见没有？应该是我警告你才对吧？啊，以后在街上碰到的日子还多着呢。你还有你，都给我小心了！你哪那么多话？再让我见到你，我打到你满地找牙！好汉不跟狗斗！混话！谁是你这狗东西？就是谁打谁呀？回家了啊！走，回家了，走，回家了。虽然打赢了官司，却是一场不光彩的胜利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是小蛮没事了，不是吗？小霞，你能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你会帮助小蛮？你错了，我不是在帮他，而是在帮你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还在等你，而且我相信，我一定会等到你的。大哥，恭喜啊！当上律师第一场官司就打了个漂亮的胜仗，以后当上大律师了，可别忘了你弟弟我呀！哼，涛儿，你就别做作了，你明知道这官司是谁打赢的。娘，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啊，这场面话你说说就算了，今天这场官司会打赢，还不是因为……我知道，今天之所以能打赢这场官司，完全是因为二娘从中斡旋，这一切都是您的功劳。或许二娘除了掌管戴家的地产之外，还可以开家法院呢。这什么态度？要不是我四处奔走，哪有这样圆满的结果？还不是他感谢我。要是没有我，他以为他会打赢这场官司？娘，够了，不要说了。哼，他以为打赢这场官司他就没事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唯一想救的是我未来的媳妇。既然问天还不懂得讨好我，那么他涉嫌教唆伪证、诬告、藐视法庭这3项罪名，你以为他逃得过？
郭市长，戴夫人。法官大人，辛苦你了。郭市长，被告已经无罪开释。郭市长，请你放心。上篇法官，你辛苦了啊！既然你保住了戴家的命脉，那你远在巴黎的太太、孩子，一定还会认为你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谢谢。哎呀，小满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对呀，我回来了！是啊，谢谢啊！你好，我回来了。听说你官司打赢了，是吧？对呀，哎，谢谢啊，都是托了各位的福啊。小满终于没事了啊！是啊，当初我们灰头土脸的出门，今天总算风风光光的回家了。晚上啊，我摆2桌菜，大家一定要来吃啊！一定要吃啊！一定要吃！走，回见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回家的感觉真好。豆豆毛毛，豆豆毛毛呢？哎呦，这阵子啊，那2个小鬼呀，都跟我住在尤叔那儿呢。待会儿啊，叫你尤叔把他们接回来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那个猪头四突然改口翻供了？哎，还有啊，我到底有没有听错呀？还是有没有？哎，是啊，我也听见了。小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彩妈，其实这场官司完全是戴家动用关系，女儿才会被判无罪的。这本来呢，这场官司是很难获胜的。大少爷本来想请你们出庭作证，做最后一搏，可是没想到这样，反而激怒了那个猪头四。总之，大少爷为了救我，差点毁了自己。啊，有这种事啊？那他怎么办呢？这大少爷可是咱们家大恩人呐，这万一得罪他的话呢？那我们不是对不起他了吗？所以我就接受二少爷的提议，请二夫人出面说话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哎，可是这二夫人不是一向讨厌咱们母女俩吗？她为什么突然肯帮你呢？因为什么？丫头，你快说呀！因为二少爷跟他妈说，他要娶我。啊！而且二少爷还说我怀了他的孩子啊！什么？既然小蛮没事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筹办婚礼了。难道你不担心，一旦小蛮进入了戴家，他迟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我当然担心，我只有祈求上苍，永远不要让小蛮知道这个真相。我也希望如此。这真是造化弄人呐！我们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，一直在找赎罪的机会，找了好久，都找不到他。没想到这么一转身，他居然就到了我们的眼前，而且还做了我们的媳妇。如果真的是造化弄人，希望不要再有第2次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真的受不住了。我有没有听错呀？你怀了二少爷的孩子？哎呀，当然不是真的了，彩妈。我当时听到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杀了他。可是我一想到他确实是为了救我，还可以替大少爷翻供，我就忍了。哎呦，你玩笑开大了！
小蛮呐，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二少爷？不，我才不要呢！哼，我才不要嫁给他。可是什么？好了，彩妈，其实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反正呢，我已经被宣判无罪了，大不了离开上海滩，让那个二少爷自己去解释。可是我了解二夫人的脾气，她知道我们在骗她的话，她就算不能整我，因为我已经被宣判无罪了嘛。要是彩妈、金龙哥，还有徐伯、尤叔，他通通不会放过。他会说你们作伪证、诬告，还有藐视法庭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我走的话，就是害了你们大家。哎呀，话是没错了，不过你万一走的话呢，就是忘恩负义。可是如果你不走的话呢，那不是非要嫁给那个二少爷不可了。彩妈，对不起，女儿是自作主张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哎呀，小蛮呐，这件事情啊，非同小可哎，你可要仔细的好好想一想啊。我已经想了无数遍了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。不过还好，算那个二少爷他是个君子，他已经声明了，说这是一场假结婚。他连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，所以啊，我想离开戴家的话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话是没错了，这二少爷呀是不错了，不过万一你嫁给他的话，那不就变成二夫人的媳妇了？哎呀，就是啊，二夫人的为人你比谁都清楚，尤其她极有可能就是害死小雷、小玉的凶手。不会的，彩妈、金龙哥，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二夫人真的不是杀害小雷、小玉的凶手。哦。